优美的外观，扁平的曲线，如同柔美而风韵的女性。若在华语圈里，早些时候的2000年代，你可能常听说 Z4 女人车。虽然这些话有所调侃和刻板印象，但不得不说 Z4 是一台十分适合赛道的车。如果把宝马和本田进行比较，那么 Z4 绝对是宝马的 S2000。曾几何时，也有过那么一台搭载 V8 的性能猛兽，而它的名字叫做 Z4 GT3。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在2000年代末 GT3 级别赛事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厂商投入这个竞争激烈的赛场，诸如奥迪 R8 LMS、Porsche 911 GT3R、法拉利 F430 GT3 等车型纷纷亮相。而当时宝马的主力赛车是192 M3 GT2， 主要用于 ALMS 及美国勒芒系列赛和24小时耐力赛，但 M3 GT2 并不符合 FIA GT3 的规则，因此宝马需要一款能在 FIA GT3 赛事中竞争的新赛车。宝马也想破了头，经济危机之后不可能像之前一样再搞个 GT2 出来，于是这一重担落在了自己的量产车身上。时间回到2000年中期，第一代 Z4 已经历经了一个完整的产品周期。这时候，宝马发现消费者对于双座敞篷车的需求正在变化，他们更注重豪华感，而非极致运动性。这一表现体现在市场偏向于舒适性巡航型跑车上，需要更现代化的设计，以符合宝马2000年代末的家族风格。同时，折叠硬顶比软顶更受欢迎，增加了全天候适用性。因此，宝马在2009年北美车展正式发布了第二代 Z4， 采用了折叠式硬顶，以取代软顶设计。这代 Z4 也得到了一个响亮的代号189。189 Z4 采用了宝马3系190底盘，提供后驱，并搭载一系列直列4缸和直列6缸引擎。最初推出了3个版本 ：S-Drive 23i、S-Drive 30i 和 S-Drive 35i。其中 S-Drive 35i 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因为其搭载了有着德系2GoZ 之称、与192 335相同的 N54 3.0 升双涡轮直六引擎，可以输出306匹马力，0-100加速仅需5.2秒。还记得我们开头所说的吗？对 GT3。同一时期，宝马在 GT3 组别可以说是空白。GT3 组别不同于 GT2， 主要面向私人车队，因此宝马需要一款适合 GT3 规则的车型来扩展市场。而当时的192 M3 太重，轴距太长，不太适合 GT3 的空气动力需求。就懂吗的？不是才卖了卖 Z4 吗？就搞 Z4。192 M3 轴距为2761毫米，而189 Z4 轴距为2496毫米，足足短了265毫米。Z4 车型更扁平、更矮，仅1268毫米高，比 M3 更容易优化空气动力学设计。长车头加短座舱的设计，让 BMW Motorsport 能够将发动机进一步后移，实现更理想的50:50。甚至48:52的重量分布，而 M3 的4座布局导致车头较短，改装潜力相对较小，但引擎方面却不是沿用 N54。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规则，在当时2010年左右 GT3 规则更偏向自然吸气引擎，因为涡轮增压引擎的调教和 BOP 及性能平衡比较复杂。这也是为什么竞争对手如保时捷911 GT3R 和奥迪 R8 LMS
都选择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由于自然吸气的线性动力输出适合耐力赛，外加涡轮存在损坏或者过热问题，N54直六即使升级也很难达到500加马力。于是 BMW Motorsports 将192 M3 GT2 上的 P65 B44 请下来，塞入了 Z4 里，自此 Z4 GT3 诞生了。P65 B44 是 BMW Motorsports 专门为 GT3 赛事开发的一款 4.4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初的宝马 V8 赛道引擎家族。之前一期我们也聊过146 M3 GT2，这时候有人会问了，为何宝马不沿用传奇引擎 P60 B40 呢？因为 P60 B40 仅限于少量赛道使用，后来 FIA 规则调整也导致了146 M3 GT2 的退役。到了2007年，宝马在192 M3 量产车型上推出了全新的 V8 S65 B40， 基于宝马传奇的 V10 S85 B50 缩减而来，并成为了192 M3 的标准引擎。而 P65 B44 便是从 S65 B40 进化而来的一款纯赛用引擎，排量从 4.0 升增加到 4.4 升，通过加长冲程、更高压缩比、赛车级别的高转速优化、全新轻量化钛合金活塞和连杆、赛用 ECU、特殊高流量进气气管和独立节气门、更高效的干式油底壳系统，以防止激烈驾驶时的润滑不足；定制的排气系统，提升马力输出，最大马力515匹，最大扭矩515牛米，压缩比更是来到了13.0:1。相比普通的 Z4 直六发动机 ，V8 提供更线性的动力输出和更强的高转爆发力。变速箱呢，则配备的是 Xtrac 6速序列式，换挡时间无限接近于零，驾驶员只需要拨动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即可。只是启动时仍需要使用离合器，但行驶后换挡不需要踩离合，专为赛道设计，极端条件下依然能保持高耐久性。为了减重，砍掉了敞篷系统，直接将车顶焊死，全碳纤维宽体套件，空气动力学大幅优化，巨大的尾翼、前分流器和后扩散器提供赛道级下压力。车身减重至约1200公斤，相比起普通的 Z428i 的1600公斤，足足轻了400公斤。全可调赛用避震，支持高度、阻尼、前后倾角调整。AP Racing 6活塞刹车系统，配备轻量化赛车轮毂、竞赛轮胎。Z4 GT3 诞生后，迅速成为了各大 GT3 赛事的明星车型，尤其在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和 Blancpain GT Series。所谓神挡杀神，魔挡杀魔。2011年、2012年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 ，Z4 GT3 拿下多个组别冠军。2013年 Blancpain Endurance Series。Z4 GT3 帮助 BMW 车队夺冠。2014年 Super GT GT300 组别 BMW Team Studi 取得多场胜利，最后一场使用 Z4 GT3 的顶级赛事是2015年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BMW Schneider 车队驾驶 Z4 GT3 夺得了组别冠军，成为 Z4 GT3 最辉煌的谢幕战。2015年，宝马正式宣布 Z4 GT3 退役，并由 M6 GT3 取代，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189 Z4 车型已经接近停产，第二个原因 GT3 规则更变， V8 可能不再适用，新的 GT3 规则更偏向涡轮增压引擎。而2016年一代神机 P65 B44 也相继退役，但是 Z4 GT3 的传奇仍在延续。好在宝马这次并没有像之前 P60 B40 那样吝啬，如今你仍可以在 BMW Motorsports 网站上看到 P65 B44 的价格，而 Z4 GT3 也能买到。2010年最初售价298000欧元，2013升级版售价为34万欧元，折合当时的汇率，如果加上运费、关税、配件等，最终到手价格可能接近50万美元。但如今
Z4 GT3 停产多年，现在市场上只有2手车，价格取决于车况、比赛经历、改装情况。目前大概分为3大类：博物馆收藏级，极少使用，接近原厂，35万至45万美金；车队退役赛车，完整车况，可赛道使用，25万至35万美金；翻新或部件缺失版，可能需要维修，15万至25万美金。目前市场上 Z4 GT3 稀缺性很高，价格依旧坚挺，部分带比赛历史，如24小时纽博格林战车的版本，甚至在40至50万美金之间，收藏价值很高。我们也能在 Best Motoring 看到谷口幸辉 Nope 开着那台初音未来痛车版的 Z4 GT3 出场。让我们从赛道里回到生活。其实很多人觉得189没有185纯粹，相较于前代185 Z4， 189更加注重豪华感和日常驾驶体验。印尼敞篷呢更安静，更适合日常使用。内饰做工呢更加精细，采用大量真皮和金属饰板。底盘呢也更稳定，更适合长途巡航。但缺点是，相比185、189失去了一些纯粹驾驶乐趣，因为它的重量更重，操控感略显钝化。作为一款 M 车型的遗憾，185 Z4 好在曾经推出过 Z4M， 而189 Z4 并没有正式推出 M 车型，而是用 Z4 S-Drive 35IS 取而代之。虽然 35IS 版本很快，但车迷始终觉得少了点灵魂。因为它缺少 M 车型的标志性手排、赛道调教悬挂以及更暴力的引擎。作为收藏车型的潜力，如今189 Z4， 尤其是 S-Drive 35IS 版本，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逐渐走高，因为它是最后一款搭载 N54直列双涡轮引擎的 BMW 敞篷跑车，使得189逐渐成为老车迷的收藏目标。在2016年全面停产后的 Z4 系列销声匿迹的2年，于2018年推出了 G29 世代，改回了软顶敞篷，与丰田 Supra 共享平台，采用 CLAR 平台及宝马最新后驱架构。一共有2个引擎版本，分别是 B48 2.0 直列4缸涡轮和 B58 3.0 升直列6缸涡轮。而遗憾的是，这代 Z4 除了几个 concept 外，却没有出现在任何 GT 组别赛事。但是那个男人却将 Z4 GT3 的火种延续了下来，还随手复活了曾经的 JDM 天王之一 GR Supra。